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有一个20几岁的大学生，他反复痔疮发作，会肿会痛，所以他决定说要去做痔疮手术，把它切掉。可是他很怕那个痔疮手术术后会爆痛。其实呢，如果在手术前可以透过中药调理的话，是可以帮助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顺利的哦，而且可以减少术后的并发症。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手术前中医怎么帮你做调养。为什么需要术前调养啊？因为手术它虽然是一个局部的操作，它是影响到局部的气血跟脉络，局部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阻塞。那中医说的瘀滞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这个气血阻滞呢，让你这个灌流变得很差。那你灌流变得差的话呢，你术后的伤口愈合就会变差，那就会容易发炎啊。这就是所谓的郁而发热。那这个火呢，其实你用现代医学的概念来说呢，就是一个发炎的反应。其实你可以想象你在哪边有伤口，哪边就会发炎。你手上没事去切一刀，这个地方就发炎了。为什么会痛啊？过几天它就肿起来啦。那没有顾好呢，它就红啊，甚至会发烧啊。没有顾好就感染啊。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气血阻滞然后如果没有去调养好的话，它就郁而发热的过程。那其实呢，只要不合并感染，没有细菌感染跑进来，那术后呢，理论上，这气血会慢慢接过去。那因为气血接过去的嘛，所以就不会郁而化热啦。那就是整个术后的调养应该很顺利嘛。但是这是理想状态，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如果这个病人是气血两虚型的或者是气阴两虚型的，因为他的气血本来就比较虚弱一点，他本来呢就通不过去。没有足够的量可以通过去啊，所以气血两虚的人呢，特别容易走这个气虚气郁或是血虚血热这个路线。那气阴两虚的人就更容易发热了，因为阴虚本来就容易发热嘛，只要你稍微一个瘀滞，它就容易发热起来了。所以术后人就觉得说这发炎反应特严重开完刀了，整个口干舌燥好厉害，然后呢都便秘没有办法大便术后肠蠕动一直不好，那这个就是发炎反应加重的一种状况。那术前呢，我们帮你把这种体质帮你调养好，就比较不会有术后发炎反应很严重这种状况。那当然呢，手术的医师帮你缝合好，你就气血得通了嘛，气血开始流畅了那再加上呢，你的体质保养得很好，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气血流畅的路线非常的运作顺畅，就不会走这个郁而化热的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术前需要做中医调养。就像开场提到这个大学生其实他住院当天手术前就会诊我了，我就去看他，他妈妈说，他的痔疮已经消一半了，其实本来痔疮就没那么痛了。那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帮他调养骨盆腔附近的循环那你骨盆腔附近的循环好了，痔疮本来就比较不痛但是他痔疮真的很大颗，所以还是要切啦。那手术后呢，我还是帮他开了一些调养的药，让他带回家去吃。手术后第4天，他就来到我的门诊了。那他的手术医师跟他说：“你痔疮手术很成功可是呢，我还是希望给你一些药膏，把你肛门里面那些伤口涂满药膏，因为你痔疮在比较里面的地方，所以呢，你那个手要涂药，然后伸进去肛门里面抹药不然的话你那个伤口没有愈合好长了很多肉芽组织之后影响到排便可是这男生，那你不要看他大大只的，可他很怕痛他手不敢伸进去肛门里面擦药膏啦。然后说庄医师怎么办？我很怕痛我就说不然你就尽量啦，我帮你开一些活血止血的，促进伤口愈合的3七骨碎补帮助伤口愈合。结果呢，其实到现在他愈合得非常好，但术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并发症。现在呢，整个如厕整个是正常的，而且他也不觉得有任何痔疮或是大便不畅的现象。那就像这样子中医就是术前术后吃几帖药，就大大减少了病人在手术过程当中的不舒服的感觉，减轻了一些折磨，而且手术过程也会比较顺利一点。有些手术在1个月前其实就已经定了手术日期，我们就可以慢慢调。
比方说，有些人甲状腺结节长很大颗，那有些人就想要把它开掉，那可能术前1个月就到中医门诊来了，就说，我这个什么什么时候呢要开刀，可不可以帮我做术前调养？那像这种的病人我们都觉得哇，真的很有 sense，他知道中医怎么样帮他。那像这种病人呢，有些病人会属于那种比较紧张、焦虑型，想说要开个刀，觉得好紧张赶快跑来找中医师。那这种呢，可能术后比较会有一些心经、肝经的问题，因为他术前呢就属于心肝郁火比较重的人。那这种呢，术后可能比较会咽喉卡卡然后术后睡不着这些现象。那通常呢，这时候如果大概离手术还有大概1个月、4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就会逐步的进行。首先呢，先检查自律神经帮他稳定自律神经。如果他有一些肝经的现象心经化火的现象我们都先帮他稳定。如果有一些阴虚化火的现象，也要帮他稳定。气阴两虚一定要调整好，给他一些滋阴的补气的，像是麦门冬沙参太子参把它补一补。那自律神经失调什么心肝郁火连翘之子这些把它调一调。那局部呢，他要开甲状腺，甲状腺咽喉附近的经络有问题，本来要调比如说他常常觉得喉咙卡卡了，那当然这时候术前把它调整好，给他一些益肝散浙贝母玄参一起调整一下。那这样子调到术前2个礼拜了，开始离手术日期比较近了，这时候就会确定说，到底心气充不充足心脏功能状况。比方说，节气如果不稳定，那天气节气在变化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胸口会闷会喘头会晕这就是所谓的中气不足，或是我们说心肺气阴两虚的状况。那麻醉就是很考验我们心肺功能所以你如果本来心肺功能就不好，那医师也不敢帮你开刀可是呢，如果你心肺功能呢没有到很好，可是又还不到不能开，那术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心肺功能的后遗症，比方说比较容易疲倦比较容易胸闷术后容易头晕有些人术后一段时间就觉得容易喘那术后恢复可能就比较差一点。所以术前2个礼拜呢，我们就开始帮助他针对心肺功能做整体的协调。那这时候肠胃道也要赶快调一下因为你整个肠胃道吸收好，营养气血充足了，手术才会顺利嘛。所以呢，给他一些炙甘草汤生脉饮，甚至给他一些参附汤，肠胃调一调，生理白术汤、理中汤、小建中汤调一调给他一些苍术厚朴肠胃胀的调一调。再来呢，本来有什么很严重的病也一起控制。比方说这个病人术前就有糖尿病血糖没有控制得很好，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帮忙稳定他的血糖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血糖如果控制不好，是会影响到伤口愈合的。那这时候呢为了要控制他的血糖，这个气阴两虚的状况要解除，能够化解湿浊的稳定血糖的这些药物也要下去了。我就用很重的薏仁，用山楂、白茅根多一点来帮他稳定血糖、降血脂，为了是不要让这些血糖去跟血脂去影响到血液的灌流，去产生了影响到术后伤口愈合的状况。那这时候呢，我就会跟这些病人说，每天的血糖、血压，请每天量给我看，因为要控制到很稳定，才让你去开刀。当然，术前1个礼拜了，就要开始针对大家做什么手术来做针对手术会附近的经络要做调养了。比方说，我们说甲状腺手术好了，这附近就是一些咽喉的问题嘛，所以我们要调一下肾经、脾经，还有一些利咽的处方都要开始放进去了。比方说术后很多人都会咽喉，会觉得痰梗在这里咳不出来的感觉。那这种时候呢，就给他一些利咽通经的药物，在术前就要放咯。比方说桔梗板蓝根玄参浙贝夏枯草这些术前我们就会放了。然后他如果术前真的喉咙卡卡，真的超厉害的，我还会给他半夏厚朴汤。那很多人呢就会最怕说什么甲状腺开了会不会伤害到喉返神经，会不会有声音沙哑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会针对甲状腺附近给他一些通利经络的药物，
让它组织是比较好剥离的，组织粘连不要那么严重，那手术比较好开啊，减少这个术中的并发症。那还有啊，针对四肢皮下组织啊，像是乳癌的这一种刀，它不会动到内脏的，但是它动到一些外围的一些皮下组织，那或者是整个动到肌肉的，我们就要给它一些化痰除瘀的入脾经的药物。为什么？脾主四肢，脾主肌肉嘛，所以呢，入脾经的，甚至入胃经的啊，化痰除瘀的，这些我们都要放。因为四肢在局部啊，那血管没有像内脏组织那么多灌流流过去。这时候如果伤口发炎比较厉害的话呢，这些组织一积在局部，可能就会觉得很胀，或是呢发炎会比较久才会好。因为它不像内脏这边有一个腔室可以引流嘛。那当然很多人像乳癌手术也是会放个引流管，但是毕竟呢，我们多放一点化痰除瘀的理脾气的药物。那这个术后的引流管可以早一点拔掉。一个手术会不会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外科医师他有正确的手术的决策，还有一个高超的手术技巧。但是呢，如果有中医师在旁边做术前术后的调理，可以大大的提升病人术后的生活品质，也会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整个住院时间都会缩短，这样呢也能节省医疗资源哦。感谢您的收看，大医学汉医，我们下次再见。